周宝，你和死者之间什么关系？可以给我一杯水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他绑架了我，想要杀了我。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那天晚上我吃了晚饭，大概8点半左右，我出门去见一个老朋友。这个老朋友叫什么名字？这可能会涉及到他人的隐私，我不方便透露。好，继续。我走在街上，碰到了一个套娃娃的地摊，我花了10块钱买了3个圈。第3个圈，我幸运地套到了云宝。我女儿从小就喜欢紫月，每天晚上都抱着她睡觉。谢谢了啊！我想把这个云宝带回去给她，她一定会挺开心的。然后我就拐进了一条小巷，小巷四下黑漆漆的。接下来，我的脑后就挨了一闷棍。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应该是第2天的清晨。我就被绑在那里，一点儿也动不了。大洪山，范主任，你是谁？这儿，这还上法庭？我是法官。审判你。要是你有罪，我就把你推下来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逃不了。没有人知道你失踪了。今天早上8点，我本来应该出现在检察院的办公室，但是我没有。今天下午，我本来应该陪女儿到5岩3中去面试，但是我也没有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来都没有迟到过。所以现在都已经留下我的 DNA 了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继续你现在的行为，无论你是选择转移，还是一辈子躲在这里，早晚都会被识破。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停止你的行为，放了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即便日后有人追究，我会和你一起编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。编故事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这个人就是我们五岩市检察院第1检察部主任段洪山。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你的。这个人说，这
杀了他。这个人说，法律只保护有钱人，不保护我们老百姓。你说的不对，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。放屁！你放屁！你告诉我你是谁？我儿子琳琳就是28号死的。你既然已经挣脱了绳子，可以逃跑，可为什么要选择杀他？是他要杀了我。好啊！段洪山，他提到自己的儿子被你害死，你就不记得有这起案件了吗？我从检20多年，进我手的案件有4370起。我也像你一样，审讯过上千个嫌疑人，但是每一次，我都问心无愧。你确认你刚才说的每一点都属实吗？句句属实。可是我们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，你在撒谎。大家都走仔细一点啊，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。队长，栏杆与铁板上都没有找到任何血液的痕迹，这个现场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。那直播呢？我们已经和网络平台确认过了，28号当天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场直播。我清楚地记得5032个人在线观看。你们找到死者的手机了吗？手机里面肯定有当天直播的记录。可死者的手机和你的手机，我们在现场根本就没有找到。手机我们会继续打捞，但是你也很清楚，即便是打捞着了，在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，恐怕也很难恢复。段洪山，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，继续隐瞒下去的话，你将面临什么样的结果？我是正当防卫。你好，我要提供线索。这个死者我认识他，他叫周德龙。14年前那个死掉的学生周林是他的儿子。目前咱们工作就到这儿了，剩下的就看检察院批不批捕了。哎，我之前从网上看到一句话，是说咱们公检法的，他们说每个案子就像一道菜，咱们公安是做菜的，检察院是送菜的，到了法院那边是尝菜点评的。自己人查自己人，那么多老百姓监督着的，咱们送上的这道菜，还真是一份烫手的山芋。
小芳，龚姐，怎么样？我想找出线索，是谁举报的段宏山？到现在为止，你看，这2个是有点嫌疑的。这个是判刑的。先不忙，你看看这个，公安刚刚送来的。死者周德龙胸部刀刺伤，一刀就致命了。而且段宏山开口了，他以前一直不开口，怎么突然开口了？说是律师昨天去见了他一下，今天他就开口了。方副检察长，我们已经进行过指证，确定周德龙曾经在这儿租住过1年。如果还有什么需要，我们会全力配合。谢谢啊。尊重尊重我。弟弟怎么了？说了叫一个一个，你先回家吧，小孩别研究啊。来，书包，我来研究研究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执行公务，不要围观。第一，方副检察长。对了，妈妈，我跟你说一件事，咱家好多警察。啊？怎么了？不是咱家，是隔壁有好多警察，好像出事儿了。那你不用担心啊，弟弟去看过了。周德龙1年前搬到这儿，知道了，应该就是为了监视段宏山。啊，我吃了丁一带我吃的炸鸡。好，那再见。喂，龚姐。小芳，怎么样？周德龙应该一直在监视段宏山。周德龙就住在他隔壁，难道他一点没有察觉？你是认为段宏山发现了这件事？我也不确定。我们对比了死者和匿名举报信上的笔迹是一样的，可以确定写这封信的人就是死者周德龙。被举报人杀了举报者，会是巧合吗？方副检察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
你知道检察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吗？每一起案子，不管经过多少层级、多少环节，都最终落到一名检察官身上，对自己办过的案子终身负责，这样才能做到责任的分明、可追可溯。背得不错，这些都是段洪山以前主办过的案子的人。段洪山的案子很复杂。可是段主任不是说他是正当防卫吗？作为一个检察部主任，杀了举报自己的人，要用正当防卫脱罪，在老百姓眼里难度不大。姓名：段洪山，年龄45，学历硕士，职业浦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。为什么一开始要保持沉默？每个嫌疑人就好像是一座迷宫，他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，就是这座迷宫的入口。之前在我提审的时候，我非常重视犯罪嫌疑人说的第一句话，因为那是最真实，也是最直观的感受。可是现在我坐在这里，我反而不知道第一句话该讲什么。所以，你在精心设计开口的第一句话，包括你的沉默。我既是这个迷宫，又是迷宫的入口。这就好像一个人在和自己下棋，迟迟都不知道该走出哪一步。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理解？明白。你为别人打开了迷宫的入口，也为自己找到了出口，正当防卫。以我这么多年的检察经验，我这就是正当防卫。看来，这个案子在你心里已经复盘了很多遍了。如果我是办案检察官，是绝对不会用防卫过当对我起诉的，因为我知道即使这样起诉，也会被判定为正当防卫。那你复盘出来了吗？谁绑架的你？现在还没有想出来。给你个提示：14年前，图书馆628案，你主办。当时有人认为是正当防卫，而你依旧提起了公诉。死者周林，嫌疑人李不凤。但是我并不记得，在那起案件当中，有符合绑架我年龄的人。周玲的父亲周德龙。怪不得呢。
当年我只见过周林的母亲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的父母早就离婚了。段宏山，你杀害周德龙，可能是正当防卫，也可能是披着正当防卫的故意杀人。这个，就是你现在的处境。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，是周德龙，他炮制了这场绑架。如果他把我杀了，就是毁掉了我的现在；如果他被我杀了，就是毁掉了我的过去。所以你们要想清楚，14年前的628案是一个支点，周德龙想要利用这个支点，撬动我之前所有已经尘埃落定的案件，来毁掉我的名誉，从而动摇公众对司法的信任。小静，我今天让数学题你会吗？啊，我选的。找你半天呢，来不及开会。干嘛呀？别什么人下来，快去上学。爸爸，是你吗？啊！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白啊？我没事儿，要不要我帮你叫个老师？不用，谢谢。快走！你不知道他是谁啊？他是鲁班的段莹。哦，他爸爸就是那个，对，他爸爸就是那个杀人的检察官。那我们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周年级了，那上个月出去了。我听说她有个读大学的闺女，在学校被同学欺负，休学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嘛？我表哥跟她是邻居，今天上午来看我的时候跟我说的。哎，这就是他的命数。没错，还让他是经过这儿的人，对吧？段宏山，到，律师要见你。你的案子没有物证，也没有目击证人，光是你身上的伤痕和勒痕，只能证明你被绑架过，无法证明你当时正处于巨大的生命危险当中。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。现在网络上很多人说你作为检察官犯了案子就应该严惩，万幸，也有很多人认为你就是正当防卫。关键在于检察院决定是否批捕你之前掌握先机。你的案子特殊，身份也特殊，所以检察院可能会进行很深入的调查。根据你的表述，我也认为你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你只要如实供述就可以了，懂吗？你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明白，签了吧。
怎么又多了一份啊？另外一份是你的房产转让权，抚养权转让上的探视时间我改了，1个星期让你见女儿1次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不再像我年轻的时候，做事不留后路。我那套房子又老又破，不值钱。留给莹莹的，我当然全都要。你现在就这么自信，一定能赢吗？你要是没那么大信心，现在换人还来得及。你知道绑架我的是谁吗？我不管他是谁，从你家到案发现场的距离，我就可以断定这不是偶然，是蓄谋已久的绑架。这个人处心积虑绑架你要干什么？他绑你的时候就应该想到，不是你死就是他死。他要干嘛？周德龙，周林的父亲。协议等你出来再签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这个案子我不收钱。你方便吗？方便的话，跟你聊2句。好。14年前，我和段洪山一起办了你的案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有一个问题，一直想问你。可以啊，问吧。你恨过段洪山吗？怎么说呢？如果没有段主任的话，我可能会过得更糟糕吧。这事儿我知道。你出来以后，段洪山总是不遗余力的想帮你。那你觉得周林的家人恨段洪山吗？这我不太清楚，我的想法也不重要。重要，因为绑架段洪山并且被段洪山反杀的人，就是周林的父亲，周德龙。可是这很奇怪，他父亲应该更恨的是你，为什么要绑架段洪山？现在连命都没有，这逻辑上说不过去啊。他肯定是恨我。我出来以后，他有威胁过我。威胁过你？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有没有提到过段洪山？你不用跟我说，
我现在是段洪山的律师，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侦察机关，也许能帮到段洪山呢。我打扰你了。你可以再好好想一想。警察同志过来呢，有个事儿，希望大家能配合一下。是这样啊，我们正在东郊渔场的水底下寻找重要的物证，但是我们局里水性好的同事少，水底下情况环境又比较复杂，所以呢，想拜托各位能协助一下我们工作。放心吧，警察同志，这几位都是这儿水性最好的潜水员，肯定没问题的。那个警察同志，这几天的雨就没停过。现在下水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太危险了？我来吧。第一，要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天气比较恶劣，一定要收紧仔细。重点注意，有没有手机、钥匙、刀具等等所有这下可疑的工具都要找出来。同志，你这有什么发现没有？吃饭。这是南监103号房，目前关押人数是10人。所有人起立，向左向右转。大家吃的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的？报告，没有。那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公的待遇啊？报告，没有。坐下吃饭。上午去了趟看守所，碰见老段了。老段，他状况怎么样？就跟那些刚进去的嫌疑人一样。哎，进了那个地方，有谁受得了？可是老段可是从检20年的老人了，而且还是第一检察部主任。你们记不记得，有一年电视台来院里做采访？当时他说，每个检察官无论面对什么情况，
都要冷静、理智、客观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再看看他现在啊，哎，你说，这段宏山他不会是在演戏吧？啊？这就不好说了。我市检察官段某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自首，称自己杀了人。警方迅速行动，对案件展开深入调查。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。日前，在东郊渔场发现的尸体身份已经证实，系东郊渔场的一名货车司机。据悉，段某于事发当日驾驶东郊渔场的送货卡车前往段科镇派出所，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目前，该检察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。